今天我们聊一聊一个非常有意思，但是也非常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果我们把最近2天国际大媒体的这些新闻报道放在一块儿看的话呢，常常会发现有一半是寒冰，另外一半是火焰。一边呢是经济衰退，外企撤资，眼看中国经济就要崩盘了；但另外一边呢是大国崛起，东升西降，眼看中国就要打败美国，称霸世界了。同时出现的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一些新闻报道，常常会让很多人犯迷糊，不知所措。如果再加上有一些立场先行的这些自媒体，他们有选择性的大肆渲染与他们自己的这个政治倾向一致的这些新闻的话呢，这样一种割裂感就会更加严重了。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来尝试研究一下，到底寒冰和火焰哪一方会主导中国的经济？这个冰与火的激烈碰撞又将如何塑造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面貌和走向呢？为了节省大家的这个时间啊，我在这个视频里面不打算详细展开来讲，具体有哪一些唱衰或者看好中国经济的这些新闻，我相信大家看的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如果有 follow 我的这个推特的话。比如举个例子，最近这2天就有贝莱德打折出售上海大厦，退出中国房地产市场，另外还有中国工业利润下滑，经济萎缩，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敬而远之等等这些报道。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关于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机器人、跨境电商和芯片的正面报道。我们看到有贝莱德离开中国的新闻，与此同时也有苹果、特斯拉这些大公司继续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完全相反的报道。我会把这个视频的重点用来讲讲造成这个冰火两重天的宏观背景，然后接下来会分析一下冰与火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接下来基于这些分析呢，研判一下中国经济在冰火交织的这么一个状况底下，未来的走向是怎么样子的。我在这个地方偷一个懒，假设大家都有足够成熟的心智和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能够接受中国经济同时处于寒冰跟烈火2个情况并存的这么一个客观事实。好，我们先回答第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看似矛盾的冰火两重天的局面究竟是源自何处呢？这显然绝非单一个因素所致，而是有可能是全球变局、地缘风云跟这个中国国内挑战这3重力量共同起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第一点，全球的宏观经济的确是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这是外资寒流的重要的外部推手。因为从2022年开始呢，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美联储大幅加息，导致美元的利率上升，吸引全球资金回流美国，美元资产变得更加有吸引力，降低了投资者对于新兴市场的这个兴趣，然后全球的资金流动不仅仅变得更加紧张，而且流动的方向也发生了逆转。中国在这种情况底下，想要吸引资金的难度其实是增加了，但是不是还有更深层次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暗流，让这股寒意更加刺骨了呢？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推行去风险化的这个策略，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等措施来限制中国，例如推出了这个芯片与科学法案等等。这些举措其实是增加了在华投资的这个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迫使这些跨国企业重新评估在华战略。然后为了降低风险的话呢，跨国公司他们不再只依赖中国，而是积极的在周边，比如说越南、印度、墨西哥等等地方建立新的生产基地，然后全球供应链的这个重塑，无疑也会影响中国吸引外资。过去1年呢，中国自己本身的这个经济的复苏也不如预期，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看到恒大、碧桂园等等房企他们的债务危机其实引发了市场的担忧，房产销售跟投资下滑拖累了经济，加上地方政府本身也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债务危机，他们的财政也受到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影响。此外呢，消费者的信心没有完全恢复，内需不足的问题依然很突出，然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利润增长放缓，所有这些因素其实都影响了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长远来看，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开始慢慢显现这个影响力。2022年出现了近60年来首次的人口负增长，年轻的劳动力供给减少，
不仅仅对于消费市场构成的挑战，也已经开始有可能会拖累潜在的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全球货币紧缩、地缘政治的博弈加剧，以及中国自身经济面临的这个结构性的难题，这三股力量互相交织在一块儿，其实共同塑造了当前冰与火并存的宏观大背景。那接下来我们先简单感受一下这股寒冰到底有多刺骨。2024年中国出现了自90年代以来首次年度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流出，这个意味着外资撤离跟利润汇出超过了新增的对中国的投资，这个是历史性的一个转折点。另外，由于中美利差倒挂、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前景和政策的担忧境外投资者自2022年持续减持中国资产。2024年中国股市和债市有数百亿美金的这个资金净流出，这一些都表明国际资本对于中国金融资产的这个兴趣已经降至近年来的最低。然后外资虽然我们看到他们在中国非常多的这个撤离的案例，但并不是全面的撤退，而是呈现出了结构性的调整。房地产很明显是这个撤离的重灾区贝莱德大幅折价出售上海办公楼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们也看到部分传统的制造业外资在转移产能，然后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的一些高科技的制造业，外国的投资也变得非常的谨慎。但是电动汽车产业、新能源和面向中国消费市场的这些领域仍然能够吸引不少的外资。然后大众宝马持续加大电动车的投入，巴斯夫100亿欧元化工项目也依然在推进当中。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外企对华信心的显著下滑，也是让人非常忧心忡忡的。美企跟欧企对于未来5年乐观的比例和去年盈利的比例均双双创下历史新低。我们也看到全球的对华投资策略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分化，比如说特斯拉、星巴克等等，他们持续在扩大对华投资，巴斯夫更是投资了100亿美元来建厂。工业资本看好中国市场的潜力，金融资本其实更容易受到这个情绪和政策的影响，而比较容易撤离中国。其实营商环境当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才是影响外资信心的关键因素，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其实也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已经在采取行动。比如说最近2天习近平不是在会见宝马、奔驰跟高通的 CEO 嘛，他们其实也就是相当于是在外界释放开放的信号，但这些努力是不是能够扭转外资的这个降温的趋势，仍然有待观察。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感受一下，就是中国本土科技崛起的这种创新的火焰到底有多热。当然我们之前已经不厌其烦的讲过很多，就是中国的电动车行业肯定是本土科技崛起的最有代表性的、最耀眼的这么一个明星然后不仅仅是在国内，其实电动车企出海的步伐也在急剧的加速。在美国的技术维度底下，我们看到中国的芯片跟存储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突破和进展，然后半导体产业链的上游传来的消息同样让人振奋。那中国的半导体正在艰难的走向自主之路，但距离真正的自立自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在依托强大的制造业和供应链的基础的情况底下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也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开始重塑全球的市场格局。随着这个规模的扩大跟监管的收紧，有可能这些出海的电商平台能不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会是一个问号，但他们本身已经展现了非常强大的竞争力。在人工智能方面，其实中国的表现非常的突出，拥有庞大的人口跟数据优势，已经涌现出了非常多国际领先的企业。尤其是最近的这个 DeepSeek 的出现，表明中国在 AI 方面追赶美国的这个速度，其实远超大家的预期。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在机器人研发方面也领先宇树科技他们推出来的这个机器人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例子。所以总体来看，中国的科技其实呈现出全面开花、多点突破、部分领域领跑的这么一个态势。那这么一股如此猛烈的科技之火到底又是怎么样烧起来的呢？其实有几个关键因素的合力。首先第一点当然是离不开国家战略的强力支持，比如说中国制造2025政府通过各种资金补贴、税收优惠来推动关键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第二点就是不容忽视，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这是一个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提供了非常广阔的试验场和需求的腹地。然后任何一种新产品，它新技术一旦出现以后，它规模化应用跟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可观。第三点当然是丰富的人才储备跟工程师的红利。这么大的人口体量，我们每一年生产的这个工程师这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个工程师红利为科技行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的供给。然后第4点呢，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它累计的这个完整高效的产业链的配套，也是极大的缩短了产品从研发到上市的这个迭代的周期，然后赋予了中国的科技产品非常独特的速度以及无与伦比的一个成本优势。那我们已经感受了中国本土科技这把火的热度和燃烧的原因，那我们现在聚焦一下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一股力量，这股非常火热的本土烧起来的这个火，能不能抵御就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融化外资撤退的寒冰呢？这两股看起来方向相反的力量正在降温的这个外资的寒冰，更正在升温的本土科技的火焰，他们是简单的此消彼长，还是会碰撞出交融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新的这个经济的格局呢？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探讨的这个冰与火的互动的关系。我们先看一下科技的这个火热与外资撤资的寒冰，它们的对冲效应究竟有多大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其实本土科技产业的这个蓬勃发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冲了外资降温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我们看到新兴的产业其实创造了很多新的生产机会，比如说我们看到新兴产业其实创造了很多新的工作机会，这些产业接纳了很多外资企业撤离以后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是有效的缓解了就业的压力。那虽然外商直接投资是有所减少，但因为中国本土呢，对于这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非常的积极数据显示，高科技产业的这个投资增长的速度其实远远超过了整体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成为了稳定投资的非常关键的一股力量。那本土的科技企业，他们正在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创新，推动产业升级跟工业的这个效率的提升。那这种企业自身创新带来的效率提升，比起这个单纯的依靠资金投入，其实是更具备可持续性，那是经济增长的更强劲的动力。另外的话，我们看到电动汽车的普及，其实是有效减少了我们中国对于石油进口的依赖。这个国产芯片替代中低端市场，能够节省大量的外汇，再加上光伏等这个新能源产品的这个出口增长非常迅猛这几方面共同作用是能够改善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而国际收支平衡的改善是可以减轻资本外流对于人民币汇率跟外汇储备造成的压力，从而能够增强中国经济的稳定性。那还有一点就是，过去呢，其实我们靠引进外资，这些外企在外企当中学习，我们能够有机会学习他们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那现在呢，包括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阿里巴巴等等等等这个中国企业的自强，他们本身已经有很多自主研发的技术，他们也在实践当中探索自己运营的模式。他们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开始向国内其他企业甚至在全球扩散。当然他们这些有些管理的文化可能还有待继续探讨是不是真的值得去学习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形成的这种新的技术的溢出是促进了国内企业就是互相的学习和竞争，也增强了中国经济自身的循环发展的动力。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必须非常清醒的认识到，这种对冲的效应其实是有限的，就是本土科技的崛起尚不足以完全填补外资撤离留下的所有的空白。首先第一点就是外资撤离，它不仅仅只是资金的流失，更重要的是带走了一些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在基础学科跟前沿领域，这方面其实中国目前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与此同时呢，外资企业他们成熟的管理经验、全球市场网络跟品牌的声誉，这些软实力也随之消失了。但本土企业在短期内很难就是马上弥补得上。而且失去了国际合作的平台以后，本土的一些产业链的其他一些厂商，他们想要在前沿科技领域创新的话，也可能会受这个东西拖累，可能会减缓。
外资企业呢，过去在中国提供了大量高质量的这个就业岗位啊，薪资待遇比较好，福利不错，对员工的技能要求也很高。那这些外企员工，他们其实也是地方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税收来源。那现在这些外企撤退了以后，会对于一些地区，特别是那些高度依赖外资的这个开发区啊，以及相关的就业人群造成不少的冲击。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有一些就是外企员工中年失业以后，对他们的人生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些社会的现象。另外一点就是外企他们其实深深的扎根在中国的产业链当中尤其是那些外资的制造业，他们一旦撤离或者转移以后，很可能会造成一种多米诺的骨牌效应，影响到上下游的这个中国的供应商，甚至有可能因为某个关键性外企的这个撤资整个产业链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某些关键环节引起这个产业链的稳定性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就是在这方面去多操一下心所以整体的结论就是本土科技的这个火确实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更加强大的一个新动能和韧性，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外资撤退这个冰寒带来的冲击。但是说你要完全对冲甚至取而代之，我觉得目前来看还是为时尚早。这里需要更长时间、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产业升级跟结构转型，才能够完全起到这个替代外资撤离的影响。那有一点需要留意的就是冰与火的互动并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哪怕整体的这个外资环境趋冷，但依然为具有战略眼光的这个外国资本提供了新的就是以往没有的那些机遇跟空间。那跨国公司他们其实正在转变角色，从以往的这个老师变成学生或者是伙伴的一个角色他们正在改变投资的策略，不再只在中国生产这个然后把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往全球，而是更加深入的参与中国创新。以汽车行业为例大众现在已经开始投资小鹏，然后宝马与长城合作生产这些电动汽车。其实都表明外资的这些车企已经放下了身段，借力中国新势力在电动化、智能化方面的优势。那其他的科技领域也有类似的合作，比如说高通投资中国芯片初创企业，然后外国零部件供应商寻求与中国电动车或者科技公司更紧密的合作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看到外资正在适应中国市场的这个快速变化和本土的竞争积极寻求合作共赢。那我观察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对华态度跟行为上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背离的情况。我们看到金融资本对于经济数据政策和地缘政治是非常敏感的，他们的投资都周期比较短，然后流动性强。在过去2年，因为中国经济的这个增速放缓、中美关系紧张以及监管的这个政策不明朗，这一些因素都会导致资本率先撤离或者减少对于中国的投资，转而寻求更加安全的投资回报更高的一些市场的机会。但是与此相反的是，产业资本他们倾向于进行长期的直接投资，他们会综合考虑这个市场的规模、增长的潜力、供应链跟成本等等因素。因为实体的投资一般来说它的这个规模比较大，撤出的话成本会很高，所以他们如果决定撤离的话，这个决策会非常的谨慎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中国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生产基地，又是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所以是任何一个跨国企业都很难忽略的全球战略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哪怕面临挑战，但只要在中国市场的这个商业逻辑依然存在，他们不太容易轻易的放弃。那金融资本跟产业资本在对华态度上的分化表现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尽管这个美国政府限制芯片出口和投资，但是美国半导体协会和英特尔、高通等公司的高层还是一再的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并且游说政府考虑政策对于行业的影响。因为中国市场贡献了他们全球收入很大的一部分。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库克马斯克等众多美国商界领袖也是在近期密集的访华相继表达继续投资中国的意愿。这个呢，与金融市场的悲观情绪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我们看到甚至特斯拉、
还在计划在中国投资新建新的储能超级工厂，这些都表明，尽管存在这个地缘政治紧张，美国企业对于中国市场的这个兴趣跟投资依然是非常的强劲。所以这种金融资本的冰寒与产业资本的温热，为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的局势其实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它表明，就是尽管面临逆风，中国经济对于全球产业界的核心吸引力、巨大的市场、完整的供应链、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并没有完全的消失。我们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冰与火并存的局面，其实有了更全面的理解。来尝试展望一下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在冰与火交织当中将会走向何方呢？要回答这些问题的话，需要理清几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外资的这个冰，它是暂时性的周期现象，还是结构性的长期转折呢？中美战略竞争是会长期存在，意味着这个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和出口限制会持续。但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人口结构变化、债务风险跟潜在的增长率下降，这些问题也都是长期的结构性的调整。虽然外资流出有周期性的因素，比如说美元的强势跟市场的情绪、美联储降息，这些都是短期的影响因素哈。如果中国能够大力改善营商的环境，推进市场的改革，那这些短期性的不利因素其实是可以转变的。所以总的判断是，暂时性的周期性的现象跟结构性的这个长期的调整，其实两个因素都有，但是结构性的这个调整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说，未来几年外资对华投资是比较难以恢复到以前的这个峰值水平，但在探底以后可能会逐步企稳，然后呈现出一种总量规模可能下降，但是结构更加多元、参与方式更加多样化的一个新常态。那第二个关键因素是科技的火能否持续燃烧，并真正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的主引擎呢？那中国在电动汽车、新能源跟人工智能领域已经确立了产业的优势跟全球的竞争力，而庞大的这个工程师队伍跟完整的这个产业链是非常重要的支撑，这些都是长期性的一个优势的因素。我们有理由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这个前景谨慎乐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也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跟瓶颈。一方面是基础科研跟原始的创新不足，另外美国这些卡脖子的风险短期内难以消除。第三就是内卷化的竞争加剧，然后企业需要积极的拓展海外市场，但是面临非常复杂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环境跟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那所以中国科技的火要持续旺盛的燃烧下去的话，关键在于实现从应用创新向基础创新的这个转变和深化，那就需要更大力度的这个研发的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占比要提升，然后有更完善的科研体制跟创新的生态。虽然很多人非常武断地认为专制的土壤开不出创新的花朵，但其实专制的体制在短期内推动从1到100的这个重大项目是有优势的。那长期而言，虽然很难持续支持真正的突破性的从0到1的创新，但依然这个举国体制有它自己本身的这个优势所在。举例说明哈，中国科学院大学分析了8万多篇学术论文，发现在这一波中国科技大爆发里面，那些跟着国家战略走、有组织有目标的这个国家队的项目，他们搞出来的重大突破影响力是远远超过那些科学家凭着自己的兴趣自由探索的项目。不过呢，这个创新的话题要说透的话，我可能需要专门开一个题目来讲，才有可能讲得更加明白一点。所以未来5到10年，究竟哪些因素会主导中国经济的航向呢？在基准的情景下，也就是可能性最大的这么一个情景底下呢，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将加速向以内生增长为动力为主导的这种新模式来转型，也就是说，更多的依靠科技创新来驱动生产率提升跟国内消费需求的这么一种升级和转型，而非传统依赖外资出口跟大规模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模式。在这个情景当中呢，科技产业在中国科技当中的比重将进一步的提升，成为吸纳就业、创造税收跟引领增长的主要的力量。外资在整体的经济当中的占比会下降，将更多的聚焦于中国巨大的这个消费市场以及与本土领先的企业的这个战略合作。中国的经济呢，将逐步适应一个外资参与度降低，但是更具韧性的状态。
然后中国经济的增速会放缓，进入一个中速增长，比如说年均4%到5%增长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与此同时，发展质量更高、结构更优的这么一个新常态。当然呢，也存在偏离这种基准情景的其他可能性，比如说比较乐观的预测是最理想化的一个情况，就是未来几年中美关系极大的缓和，全球经济强劲复苏。那中国领导层还非常果断的推进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跟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那这种情况底下是能够有效提振国内外对中国的信心，然后大家都期望的结果当然是外资重新大规模的流入，然后与本土的创新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合力，中国经济重回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但这种可能性其实不太高。当然也有非常悲观的预测，那就是地缘政治的情况冲突加剧，中美在台海爆发战争，然后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实施更全面更严厉的制裁，引发国内金融风险跟地产危机所谓的这些债务危机集中一连串爆发。那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底下，无论中国的科技如何努力，中国经济都会遭受重创，甚至可能陷入停滞或者衰退。我个人觉得未来2-3年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掉这个可能性，而且因为这种可能性潜在的破坏力特别巨大，甚至可能不得不有所准备。当然面对这种非常复杂的前景和多重可能性，怎么样破局我们这边就不展开讲了，因为不用操这个中南海的心了，对不对？总而言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中国经济大概率将会在冰与火的这个持续的交织跟碰撞当中探索一条新的发展之路。我相信中国人民的这个智慧是能够应对这一个挑战的，对这一点我还是审慎乐观的。您对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这个冰与火之歌又有怎么样的观察和思考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这个真知灼见跟我们分享，和我们一起探讨。这里是爱生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